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5月28号，星期四。今天呢，情况是这样的啊，已经是纽约市的累计死亡的人数又有一个新的这个突破。纽约市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21362人，确诊人数是204720人，死亡率是10.43%。全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29484人，确诊人数是370231人，死亡率是7.96%。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101596人，确诊人数是1736458人，死亡率是5.85%。油的价格呢，还是在31块、32块左右晃的。金子的价格呢，在1723块左右一盎司。这个麦子和米的价格呢，这几天呢变动都不是很大。那么牛肉和瘦肉猪的价格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猪肉呢涨了，那么牛肉当然也涨了，但是涨得不如猪肉快。那么人民币对美金的比例是7块1毛9，今天出现了一个大滑坡。至于它的原因呢，我们事后再分析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在 CNN 报道在意大利的研究中发现那个有1/3的人呢，在患到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呢，他会出现中风的景象。那么在美国的病人中呢，也发现类似的情况。那么有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在这个法国接受新冠治疗的40名患者中，有26个人精神错乱。其中1/3呢，在出院的时候呢，还是有精神障碍。那么根据这个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研究小组在本周二发表于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报告中称，其中13名病人的磁共振成像显示，至少有3个人他们患有中风。如果没有磁共振成像，他们是无法被诊断出来的。那么这两个团队都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导致了中风或者混淆。但是对于治疗新冠病毒患者的医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他们的精神症状，他们的神经有很大的问题。新冠病毒可能导致不寻常的血液凝结，从而导致中风或者其他的血管阻塞。那么我们知道这次这个新冠肺炎对女性的冲击更加严重了那么最新的失业数据已经显示了，在美国多数行业持续歇业的情况下，女性的失业率已经高出了男性10个百分点，这可能会影响未来的这个相关的经济复苏的政策。那么女性的失业率高于男性，主因是这个流行病呢和这个居家避疫的产业中呢，女性有一些不成比例的受雇人数。那么这真的是一种非典型的这种经济衰退，因为很多人他们知道超前关闭了多数的经济产业，那么需求大降。那么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当时的经济大衰退里面，男性为主的建造业和制造业首当其冲。但是这次新冠肺炎造成了过去几个月是全面的居家避疫，这对于部分的零售业影响更为剧烈。那么这些产业中呢，女性员工比例偏高，女性在成衣业中占73%，礼品和纪念品店占71%，零售花店占75%。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难以维持社交距离的沙龙业、美甲业和个人美容业、按摩业的比例也偏高。那么就算在男性为主的这个产业中女性也是有更高的失业率。那么这是因为女性在业界中她的高职位的比例本身就不足，所以呢女性呢很可能成为首批遭到裁退的人。更让人震惊的是在某些行业中即使男性雇员增加，女性失业率还是攀升。比如在交通业和仓储业，女性占比26%，那么失业率居然达到146%。那么这些行业呢，当增聘的时候呢，多数增聘男性。另一大主因是因为女性为幼儿照护业的主力，女性通常会承担更多的家事和育儿责任。这波趋势恐怕表示当前衰退对于儿童贫困有更深远的影响。那么现在呢，女性员工当然有证据表明如果获得政府的协助，可以出现一些截然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又回到莲花清瘟这回事那么美国正在到处查封没收莲花清瘟。
那怎么样才能让莲花清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被接受的药物呢？那么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莲花清瘟呢，这个有的时候在进行美国得到批准的情况下，需要经过一些程序。这程序的话呢，比如说你需要服用莲花清瘟的病人在2个礼拜内恢复率是不是达到91.5%？但是事实上发现不服用莲花清瘟的人也达到82%。那么在进行的这个研究发现，那么很多的人针对一个药物是不是对疾病有效，更应该放在重症身上，因为很多的轻症它当然能够治，但是并不重要。那么就跟瑞德西韦一样，它治疗轻症有效，那并不代表着它对于治疗重症有效。那么同时，这种所谓的实验呢，有一种叫做开放实验，并不是双盲实验，就是说病人和医生他都知道谁在服用莲花清瘟，这种知情对于评估一个药物的疗效很不利。那么在中国做实验就发现这种情况。那么病人知道自己服用了莲花清瘟，就产生了一种安慰效应，间接影响了病情的进展。那么这个有一些病情指标在医生判断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误导，所以这种情况出现了这个病情恢复的时候呢，它的数据是不可靠的。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些差异到底是由于安慰剂效应是由于医生判断偏差呢，还是因为药物本身的疗效。所以在中国进行的这种评估缺乏说服力。那么还需要做些什么呢？能够证明这个莲花清瘟能够真正的能够治疗新冠肺炎呢？那么第一呢，我认为你需要把这个莲花清瘟里面抗病毒的这个成分给鉴定出来。那么我们知道钟南山和李兰娟他们推荐莲花清瘟，但是目前为止要看到一个详细的报告。莲花清瘟是来自复合中药配方，里面有多种成分。那么它对50%的细胞有毒性浓度和50%的病毒的抑制效果，两者的差距是很小的，所以无法鉴定。正是因为它有多种成分，那么可能会导致细胞毒性的是一种成分，而抑制病毒的是另外一种成分。那么鉴定并分离出它的抗病毒的成分，可以大大提高它作为候选药物的可能性。那么第二点，需要在动物身上验证它的疗效和安全性。那么一个候选的药物如果你直接从体外实验直接蹦到临床试验，并不是一个常规的行为，因为这会给那个患者带来诸多未知的风险。所以一般在体外实验被证明有效以后呢，接下来是进行动物实验的。因为动物实验检测药物的疗效呢，有些很好的方法。因为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来说呢，动物实验呢是没有这个安慰剂的这个效果。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目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他们建立了这种小鼠模型，他们完全可以用来评估莲花清瘟的疗效。动物实验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排除安慰剂的效应，因为它不知道吃的是什么。第三点，重要的是要在重症身上进行双盲实验，来验证莲花清瘟的疗效和有效性。即使说莲花清瘟只对轻症病人有效果，那么也应该在轻症病人里也做双盲实验，从而你可以说它对轻症有效。第四点呢，还是要去研究这个药物的这个抑制病毒的机理。那么一个好的药物不仅它的安全有效，还需要人知道它的疗效后面的机制，这样就知其然而知所以然，才能让人放心的使用。只有做到以上4点，莲花清瘟才能真正的被世界所接受，而不是被查抄。那么现在在全美国的前后上下海关里外到处都在查抄莲花清瘟。那么它并不是一种 FDA 认可的药物，做到这个以上4点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真正的只有很少的药物能通过以上的程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莲花清瘟呢被认为是对新冠肺炎治疗有效，还差得很远，甚至可以说远的遥不可及。那么当我听到2位院士公开宣布莲花清瘟对新冠肺炎有效，那么中国新冠肺炎的诊疗指南将其纳入，那虽然可以让很多的企业能赚到钱但是它确实失去了难得的这个科学精神。那么最近
这个皮尤研究中心啊，在5月26号的时候，他公布了一个新的这个民意调查，他认为84%的受访美国人他不相信中国的疫情资讯，63%的受访者认为北京没有处理好疫情。那么他们调查了1万名美国人，从4月29号到5月5号，那么研究他们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这个疫情的看法。63%的民众认为，在6个国家中，中国和意大利没有处理好疫情，其中37%和27%认为将中国、意大利应对表现为差。那么其他4个被列入评比的国家包括了美国、英国、韩国和德国。那么对于疫情资讯的信赖度方面，多达84%的受访美国人不相信中国提出的疫情资讯，其中49%表示完全不相信。那么对于 WHO 的信息，美国人不相信 WHO 所提供的资讯的百分比是40%，其中18%认为完全不可信。那么这几天啊，我们收到了一个33个这个中国实体加入这个实体清单这么一个名单。这个名单呢，美国认为是包括人权理由、采购相关于中国的军事理由、种种用途等等，他们都是一些中国著名的科技公司、大学什么的。那么呢，根据这个清单，我们发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发现了哈尔滨工程大学2所高校。那么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这些学校会上美国的这个实体清单呢？那么按照这个美国的这个理由他们是因为有人权的原因和中国的这个军事有些联系。那么同时呢，根据美国的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是因为这些大学他们的 IP 地址在进行黑客活动的时候呢，被美国反向追踪到了。因为美国有这个网军嘛，专业的网军进行追踪。要知道互联网的鼻祖是美国人呢。那么当然这些学校呢，看上去是理工科类的学校它覆盖了中国前沿的学科，他们的人才也不错，他们基本上就是中国的科研培训基地。他们覆盖的领域也很广，他们有这个计算机啦，有人工智能啦，有工程啦，有材料啦，有大数据啦，有电子信息化等等，都是前沿学科。那到底是不是美国想有心封杀中国的这些学校呢？那么这些学校呢，到底上了美国的黑名单，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换句话说，就是明年它的录取分会更高还是更低呢？那么还是说美国承认了他们已经是一流大学了呢？其实都没有关系。那么美国的这次实体清单能不能把它考虑成给中国大学进行了一个排名呢？那么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清楚，凡是美国反对的，那么一定是中国要拥护的，反而是美国害怕的，那就是实力最强的。这个逻辑对不对呢？那么也对也不对。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大学本来还不是什么最好的大学，现在的名气当然大了，因为你上了美国的黑名单了嘛。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一直是清华北大最厉害，没想到呢这次居然没有清华北大，而是这些学校入围。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学校呢，在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他们是认为是和军事有关、和间谍有关、和黑客有关。那么就是说北大清华和间谍黑客没关了。那么这些大学的分明年会不会涨呢？其实不重要，因为对于美国来说，任何的公司、任何个人，只要你伤害到美国利益，你都会上这个实体笔清单，和这个学校到底是不是名校、是不是好学校、是不是前沿学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这个国家中国是不是要加大力度扶植呢？那么最主要的是要看到这些学校他们的行为的性质。他如果这个行为是代表国家利益，如果是按照国家的这个命令采取的行动，比如说他们潜入了，变成黑客了，然后潜入各种美国的疫苗研究所拿美国的疫苗的配方，拿他查看他的疫苗进展，那逻辑上说这种行为还是不对的。那么通过这次被美国制裁，那么中国国内的大学一定会清醒过来了，那么他们是需要加大自己的科研力度了。那么加大科学力度，那么按照中国的想法一定是更加强大。那么中国一定会更加扶持这些公司吗？一定会更加扶持这些大学吗？那么这些大学未来一定能成为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吗？那么这是本着技术上面我们来判断的，但是实际上呢，还是要从道德人文上看，你的行为对还是不对。那么很可能中国和美国他们针对这种事件看待的角度不一样，那么只能说你的行为
按美国人的观点看是严重的违法。那么以后如果你要留学，那么你如果是出自这几所学校的话，那么现在目前为止有13所学校了，那么美国很可能把你当成间谍学校看，对你是不好的。所以很可能，我的建议，在你们报志愿的时候还是避开这些学校。那么现在呢，美国当然了，甩开膀子要跟中国对决了嘛。那么现在华为呢，只好使用国产芯片了。那么除了华为，确实很难想象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无论是 AI、人脸识别或者无人驾驶，根本就无法摆脱对美国芯片和技术的依赖。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当然要靠自我研发了，可是这个需要时间。那么现在中国投入了70到100亿，明年不一定能出成果。那么要看一看外围这些企业有什么办法可以绕开美国的禁令呢？那么如何？上一次呢，美国的 order 变成了现在全部供应美国的材料和技术的全部要禁止，几乎就是扼杀了中国的芯片工业。那么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当每次发现新的漏洞的时候，他马上采取行动给它补起来，这就是美国的这个置入的一个快速的调整机制。那么现在呢，已经明显的能看出来了，中美已经开始了冷战，冷战已经开始了，不光是开始了，已经在进行中。那么对于技术方面的封锁和禁运，包括设备等等，中国如何绕开？恐怕中国想出各种手段，但最后都绕不开。因为美国，如果你骑自行车，美国把你的助推器拿走了，把你的自行车拿走了，把你的鞋也拿走了，最后把你的脚捆起来了，那你怎么还能骑自行车呢？那么这段时间由于这个一些法律的推出，那么和美国人呢又要出更多的一些规定了。那么现在美国人已经把中国当成了最大的对手。那么很快的这个盟国的 G7 开会，他们很快就采用一些 G7 的声明，共同发表这些关切，很可能牵扯到这次疫情的索赔。那么现在问题是贸易协议已经不算什么东西了。那么现在中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包括贸易的重要性也没那么重要了。那么美国的经济打击会不会因为中国不采购而增大呢？理论上说也会也不会，因为现在川普是狮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那么如果失去了中国大量订单购买，无非加大对农民的补助而已，因为反正美国的钱是自己印的嘛，反正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财政窟窿，那么川普很可能更加肆无忌惮。那么现在很奇怪的看，中国现在加速的在买美国的天然气和石油，当然在大豆的数量上买的比较少。那么美国的这个商务部报告现在中国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好学生，一直在买，而且增大了那个购买量，使美国感到很尴尬。当然美国认为这个贸易的目标无法达成，那么如果美国找借口撕毁协议的话，那么很可能就真正撕破脸了。那么欧盟呢，现在的情况是，欧盟的声音，它如果获得了德国和法国的支持，那么从而使美国、英国、欧洲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做一些举动，比如说加入美国的高科技限制，比如进行经济方面的制裁，这就变成大问题了。那么现在呢，欧洲还是属于双打的茄子，德国和法国这时候不太愿意加入美国和英国的阵营，那么这种可能性呢低一点，但是对于中国的制裁呢不可不防。那么一旦出现这种结果，麻烦很大。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不幸的看到人民币暴跌，一下子出了3分钱到4分钱这是很大的一笔钱那么现在呢，川普有反应吗？没反应。为什么没反应呢？因为川普已经对贸易合同的执行一点都不关心了，所以他可以放任人民币继续贬值。反正在美国这边订单越来越少，你就是人民币贬值了，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促销。如果美国不买了，你去卖给谁呢？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啊，中国应该担心的是，是不是中国的这个奥运会会不会受到抵制？这就是下一个考虑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冬运会要举行了，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啊，它成立以来一共打过8场的对外战争，那么每场战争间隔都不超过10年，但是最近的一次战争到现在已经32年了。那么到底中国的兵能不能打仗呢？没人知道。军事力量虽然在和平的时期看上去用处不大，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国家的最后底牌。那么从生存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面临的现在的环境是越来越恶劣。那如果把世界看成一个丛林，那么中国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丛林孤儿，他没有朋友，全是伸手要钱的叫花子。那么现在呢，从中国的这个过去几十年的成长历程看啊，团结友爱永远是愿景，那么四面楚歌永远是常态。那么现在问题在于，那么如果中国铁了心了和美国对抗，那么美国刚刚不是正式启动了这个香港的这个关系法，那么美国现在连续推出了反导条约，推出了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现在美国正在朝一个更危险的战争的方向滑去，退出联合国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那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在2021年的2月期满，俄罗斯已经问了美国，美国拒绝回复。请记住，美国每一个毁约的动作都不是孤立的，他的一系列动作就会把世界推向核战争的边缘。那么美国是不在乎抛弃任何什么文明底线的。那么根据华盛顿邮报的5月2号报道啊，那么川普政府呢，他对于正在恢复核试验进行讨论，它意味着美国真的是要退出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那么5月26号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叫沃尔特，他说，如果总统下令，美国将在几个月内恢复有限观测数据的快速核试验。内华达州已经确认了一个地下核试验的地点。当然了，现在我们知道白宫官员说话现在自相矛盾，那么都是要跟上川普的风格。但是作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第一个签字国，美国如果退约，重启核试验，那么就影响中国了。美国认为通过新的核试验能让自己核打击能力进一步领先各国，但是中国核武器技术追上来的脚步会不会更快呢？但是川普政府从2019年开始就在为重启核试验进行过了舆论造势。2019年的5月19号，当时罗伯特·阿什利指出了，这个按照2020年4月5号国务院发布的这个报告，指责中国未遵守暂停核试验，那么进行了非法核试验。那么这种情况发生，那么美国是准备破坏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当然，美国是中国说的啊，是美国要捏造一个理由。那么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也说啊，对这个报道表示关切啊，要求切实维护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那么现在川普想不想进行核试验呢？当然想，因为川普有大量的优势啊。那么根据1996年通过的联合国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它其实一直没生效，但是是一个不成文的国际规范，签字国都自觉遵行停止核试验的承诺。当时美国在1992年就慷慨的自动停止了核试验，并且促其他国家这么做。当时他已经完成了1000多项核试验，核武器先进性和杀伤力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爆炸实验了。那么大家都一起停下核试验脚步，那么与美国的差距永远冻结了。那么96年的6月22号，那么这个条约谈判结束。9月10号的时候，那时候50届联大158票赞成，3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了决议，正式认可了条约文本。但是跳出来反对的3个国家是利比亚、不丹、印度。当时为什么会有不丹呢？是因为不丹对核武器有什么大胆的想法？不是，是因为印度吃不准卡扎菲是不是要投反对票，所以他决定投反对票。所以他把不丹拉过来垫背，至少有一个伴儿。当时弃权的5国是古巴、黎巴嫩、叙利亚、坦桑尼亚和毛里求斯。那么朝鲜、巴基斯坦没有签，而美国是第一个带头签的。
他立了一个最好的贞节牌坊。那么9月24号，中国第2个签，虽然吃亏，但是为了世界和平，中国还签了。那么当时7月29号的时候，中国刚好完成了最后一次核试验。那么其他3个核国家也先后签署，一共有180个国家加入，但美国留了后手。政府签署的条约，国会不批准。99年克林顿把条约提交国会，被参议院否决。所以在美国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只能靠道德规范执行。而俄罗斯2000年4月21号，国家杜马批准通过，5月17号，它的议会上院批准。那么美法日澳德意26个国家立法机构都已经批准条约，而中国呢？虽然中国是第一批签约国，但是全国人大也没有批准，所以这个很麻烦了。就是在这个条约下，那么中国、美国都没批准，那么签了约是政府签的，那么人大、国会都不批准，最终这个条约完全靠道德约束。当然，中国也在努力推动。那么美国呢？现在这个政府和国会呢，想把这个套路没完没了的演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川普实际上就可以马上恢复核试验了，因为我们知道啊，核武器它是有衰减期的啊，不是说你核武器待在那里就永远有效啊，它时间长了，它可能就需要更新一些技术啊，增加一些防护啊，各种规范增加了不同，所以理论上进行新的核试验是必要的，但是又有这个条约进行了道德约束，那怎么办呢？那么很可能美国这次还是要拉着各个国家重新开始一个新的条约的一个尝试，因为我们知道这核武器不是静态的，人人都知道它会随着时间推移，那么核武器会老化，那么以前这些核武器这个做的实验的数据很可能也老化，那么甚至作废了。那么现在呢，美国的成本很高，因为原来美国储存的这核弹很多，中国很少，所以相对来说中国比较划算。那么现在川普决定恢复核试验，退出核条约，产生的一些新型弹头和一些新概念的核武器，那么还是需要一些测试，所以最终我们可以预测到未来几年内，美国很可能要恢复核试验。至于中国恢复不恢复核试验没有关系，因为美国知道中国的载具不行，就是你设计好了这个核武器，你没办法把它扔出去。况且现在美国有太空军和网军，它可以进行操控。如果你的芯片在用的是美国芯片，那么你这个能不能保证你的核武器能扔出你的国境都成问题。那么万一半道上在自己国内炸了，那情况更危急了。所以我们希望啊，这朋友们啊，你们也自己可以考虑一下，到底中国和美国需要不需要签一个新的核武器的限制条约呢？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